我提前玩上了今年的 VR 游戏大作《地铁觉醒》，在这里还是要感谢一下咱们世界热门的门老师给我提供的游戏码，我选的是 Crash 版本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地铁觉醒》的 VR 一级版有 Meta 一番独占游戏大作的水准和质感。一开始呢，还是要先看一下《地铁觉醒》的 VR 一体机版的运行情况。一体机版的下载安装约 19GB 大小 ，PC VR 和 PSVR2 的容量根据外网用户分享大概是30G 左右。Quest 版是支持 Close Buy 的，也就是买 Quest 版本同时会拥有 Meta PC VR 商店版本。如果你去找 Quest 游戏代购5折拿下，那么这个游戏的性价比就高于直接去买 Steam 版本。这个游戏默认使用 APP-SW 插帧技术，从36帧插到了72帧，但是可能是整体移动方式和游戏节奏比较慢的原因啊，并不会频繁出现刺客信条 VR 的那种画面波动的插帧负面效果。当然，最佳解决方案还是用 QGO 或者快车助手这类辅助软件，把帧率直接设定到原生72帧，渲染分辨率也从较低的这个 1680×1760 开到 2560×2560。我个人试下来，如果不开启录屏的话，这个 2.5K 的渲染分辨率基本上是稳得住72帧的。那画质表现方面，《地铁觉醒》算是 Vertigo Games 制作的最写实的一款 VR 游戏。之前的 After the Fall、亚历山大阳光系列都还是有点卡通的味道在。而这款游戏即便是在 VR 一体机上，你也能明确地观察到许多物品和场景都是 PBR 材质的，尤其是开场序幕7分钟的画面，其实会比后面游戏正式剧情章节里来的要更真实一点。作为地铁这个知名游戏 IP 的衍生 VR 游戏，依然是由原小说作者德米特里·格鲁霍夫斯基负责游戏编剧。VR 玩家将扮演一位名叫塞尔达的医生，展现了他在莫斯科地铁内拯救妻子所引发的一系列的事件。那格鲁霍夫斯基称，地铁觉醒就像是回到了地铁系列一切的基础和根源，这将是一个起源细致的故事。所以他在今天的豪华版解禁日还特意录了视频啊，希望提前玩到的玩家们不要去剧透。Deep Silver 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地铁 VR 游戏的制作，而是授权给了知名 VR 游戏团队 Vertigo Games 负责制作和发行。Vertigo Games 相信 VR 玩家们都不陌生，他们不久前也是在 B 站创建了官方账号，来跟咱们中文玩家做近距离接触，所以这次地铁觉醒一上线就包含了中文语言。虽然 Vertigo Games 之前制作的 After the Fall 和亚历山大阳光依然还有一些机翻中文的痕迹在，但是地铁觉醒的中文都已经翻译的非常到位，而且由于游戏编剧就是小说作者，整个游戏的对白文本量非常巨大，开发者也花了很多力气来在叙事演出上做表现。在游戏玩法上呢，地铁系列标志性的防毒面具啊、武器和怪物都将一一登场，玩家们将在 VR 里第一视角感受如何使用标志性的手工武器，一边带着防毒过滤器，一边紧张的掐表，心跳随着手电筒的忽明忽暗不断加速。所以地铁觉醒呢，作为一款 VR 游戏绝对是会吓人的，而且在我玩到现在第4章的流程里啊，都是处在地铁室内环境里，应该不会有室外开阔的游戏场景了。概括的来讲，地铁觉醒分为环境探索、射击战斗和潜行。这款游戏的地图设计就是在隧道和楼层房间之内绕，虽然整体空间是不大，但通过一些轻微的场景解谜和门锁控制，也能让探索路线走得足够迂回。很多人说地铁觉醒能让人联想起，假如半条命埃里克斯有一体机版的话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半条命埃里克斯也有1/3的部分就是这样在地底室内去绕。无论是怪物和敌人的攻击类型，还是整体恐怖氛围的元素方面，两者确实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而关于这个探索部分的氛围营造，有很大的功劳需要归功于丰富的音效，比如有不明生物脚步声，你时常在游戏里低头会看到蟑螂、老鼠这些下水道生物，再加上一些机器的嗡嗡声混杂其中，你总会不安的感觉是否即将面临跟怪物的遭遇战。除了点缀的环境音效，实际上每次怪物出场都有特殊设计过的声音和游戏战斗音乐。但地铁觉醒比较巧妙的是，它不会让你听到怪物声音之后就马上安排怪物跳出来跟你战斗，他们有时候只是在相互关联的小地洞里穿梭，所以你不得不时刻抓着枪紧张的准备着。可以说这种氛围的压迫感呢，始终贯穿着整个游戏。在这种压迫之下的射击战斗，主要是面对诺萨里斯这一类变异生物和不同阵营的人类敌人间。在遭遇怪物的时候偏吓人一些啊，因为这些怪物不像丧尸，一旦现身了就无脑的向你冲，你火力够的话就可以稳妥的面对。但地铁觉醒的怪物通常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你脸之后马上逃跑，你开枪没击中的话就是白痴伤害，
而且就算你击中了，他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马上逃跑隐藏，伺机从不同的地洞出口冒出来攻击你。我一开始的时候用完了一整个弹夹都没有杀死一只诺萨利斯，那个移动速度每次一跳出来我都吓得一哆嗦，还是玩到后面脱敏了之后才稳定的枪法。跟人类敌人的火拼呢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蛮有半条命埃里克斯的那个枪手契约模组的感觉。虽然敌人 AI 没有那么聪明，但是火力极强，你完全没有办法很随性的面对面的无脑对枪，因为地图空间都在室内，直线距离是很短的。我们一定要经常下灯慢行，利用好各种掩体进行更高效率的射击。你会在战斗的时候明显感知到开发者对于场景地边的精心设计走廊上的挡板间隔，上下楼层的高度，拐角的箱子，哪怕是一根柱子给到视野的影响，你都会觉得安排的恰如其分。因此游戏的潜行环节跟战斗是紧密不分的，除了常规认知的那种丢东西引开注意力绕到身后将敌人暗杀，还包括玩家如何小心谨慎的利用各种卡视野干掉必经路上的敌人。整个游戏里地铁觉醒的物质资源相当有限，在我体验的几张流程里选的是普通难度，但经常会陷入弹尽粮绝的窘境。除了潜在的被吓到手抖导致射击命中率不高的原因外，游戏本身提供的弹药补给确实是不算充足的。最后一个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背包系统。地铁觉醒的背包是一个实体背包，而不是常规 VR 游戏的菜单面板背包。怎么理解呢？当你用左手从左肩拿出背包，它的左侧是一个电力装置，正面是氧气包，右边是防毒面具，底下是一个打火机，它们都是有一个实体 3D 模型挂在背包上，你可以随取随用。电力装置呢是主要的手工工具，负责你在游戏里做一些修理门禁保险箱的操作，也负责给你头部的手电筒充电。你的手电筒呢就跟体力值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慢慢的变暗，需要及时用电力装置给它充电，否则能见度越低，你会越害怕的不敢前进。防毒面具和氧气包会在固定的毒气环境里使用，每个氧气包有3分钟的限定健康时间，随着时间倒数，你的视野会慢慢模糊。VR 玩家需要时刻关注左手手腕戴着的手表，知道自己的剩余时间，以防窒息而死。那总的来说，虽然地铁觉醒并没有像阿斯加德之诺和蝙蝠侠阿卡姆之影那样有极具开创性的地方，但它确实是一个 VR 游戏开发团队在各方面稳扎稳打的精心之作，完全对得起地铁这个游戏 IP 本身应有的精髓和沉浸感。对这款 VR 游戏大作感兴趣的朋友，你们只要同时关注我和 Vertigo Games， 并在评论区留言，我将在符合条件的粉丝朋友中挑取2名送出地铁觉醒的游戏兑换码，Quest 和 Steam 版本任选其一，大家点点小手动起来哦。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是陪着 VR 成熟的 Loading VR 找圈。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